扔下狠话之后，那位青袍男子也不再与萧炎继续口舌，袖袍一挥，然后来到了古筝年轻男子的身后。呵呵，凉，没想到你这一次这么听话呢，这可不像你啊。此时，在古筝年轻男子身边的一位女子有些匪夷所思地微笑着，只不过这位女子她一脸慈爱沧桑，乌黑的头发已有如严冬初雪落地，像秋日的第一道霜，根根银发半遮半掩，若隐若现，其脸上有着条条皱纹，好像一波三折的往事。青袍男子瞪了一眼这位慈爱沧桑的女子，然后示意她不要再说话。虽然自己的个性不听从任何人的命令，可这一次不一样，为了能够尽快完成此次的事情，就要回去准备参加5年后的万界圣子争夺战。只有成为万界圣子，才能够获得一次大道机缘路的资格，那是所有天位神都梦寐以求的资格。但是所有神想要成为万界圣子，一生中就只有一次机会，这一次的机会如果没有把握住，那么就很难再会有触及大道的一些机缘了。毕竟如今的大宙中，大道机缘极其罕见，甚至有些9重天位神巅峰的强者感受到大宙的大道有些异常。至于是什么东西导致大道的异常，却是不得而知，不然也不可能在这数千万载以来，大道出现的极其之少。这也就是为什么主神少的原因了。成为万界圣子，能够有着大道机缘路的资格之外，还有机会迎娶那位传说中的花仙子。传闻花仙子的绝世容颜独一无二，身材更是完美无比，是所有男人做梦都想得到的女子。所以一想起那位白衣白裙、漆黑如墨的3000青丝如瀑布般的披洒而下，垂至那纤腰间，那张绝色容颜犹如山中不问俗事的花仙，充斥动人的空灵之色，双眸流转，眼中拥有的仅仅只是那种沁入骨髓的清风云淡，并没有半点的争强好胜。不过她那美丽动人的容颜平静恬然，却是透着一抹素衣难以掩饰的雍容与高贵。就是这样的一位花仙子，让的这些实力超群的神蛟都一个个的坠入那位花仙子的爱河之中。虽然他们见过许许多多的绝美女子，可就是没有那位花仙子那般有感觉。或许这就是一眼定钟情。自从新任的花仙子出现后，就让的无数神蛟都为之情迷，足以说明这位花仙子肯定是一位绝美中的绝美了。不仅有着绝世的容貌，同时她还有着极其的特殊力量。如果能够与之交融，那么双方的实力也将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还是一位新任花仙子。因为只有新任花仙子的那股特殊力量，才能够与万界圣子彼此交融。同样，能不能融合也是只有一次机会。成功相融者，那么双方都会达到那未知的高度上，力量也会随之变得更恐怖。如果是相融失败，那么双方的神魂也会被震碎，从此失去了没有神魂的一具神体。但是只要能够有着变强的机会，他们都不会惧怕这些失败后的下场。只有在这失败中寻找成功，才会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恐怖力量，达到一些自身无法达到的极限高度。所以今日这些人来到神灵城，就是寻找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那样东西在5年后的万界圣子争夺战中，能够提高自身成为万界圣子的几率。毕竟所有天位神都有一次参与万界圣子的争夺战，只要以前没有参与过万界圣子的争夺战，不管年龄多大都有机会。所以这可不是正对那些神蛟的争夺战，更是乱斗战。甚至怕是参与万界圣子争夺战中，那些老怪物也是出动，而他们的目标只有2个，一个是获得达到机缘路的资格，第2个是融合新任花仙子的特殊力量。只要这2个都顺利成功的话，那么就能够突破天位桎梏，成为大道主神的存在。这位小兄弟，不好意思啊，我这兄弟的性格就是这样，希望你还不要见怪。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天罗殿的人，罗峰。天罗殿，萧炎可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势力。不过从这名字能够听得出来，天罗殿怕是在诸神万界中都属于极其强大的存在吧。虽然萧炎听到天罗殿这3个字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反应，但是周围的其他方舟上的那些神指强者个个都是露出恐惧恭敬之色，因为他们可是知道天罗殿这恐怖的势力，所以他们根本不敢和萧炎那样一样的无知。刚刚还如此对天罗殿之人这般说话，因为以前就有无知之人这样说话就被对方给击杀了，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不过在他们见到天罗殿的那位罗峰不仅没有击杀萧炎，更是向他带点道歉的意思，这就究竟是什么一情况？在神指强者无比的疑惑。此时在罗峰说出这样的话语时，那一旁的青袍男子和那慈爱沧桑女子都是差点给惊掉了下巴。这与平常的罗峰完全不一样，但他们2人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在他们的心里感到一丝震惊，简直与平常的罗峰判若两人。与萧炎简短的介绍了一下之后，然后便是行驶着自己的方舟驶进了那白洞之中。随着天罗殿的人进去之后，周围的这些神指强者仿佛是松了一口气一般，生怕如果刚刚对方一个不高兴，将他们也给击杀了。不过很庆幸，天罗殿的人并没有那么做，也让他们首次见到对方竟是如此轻易的放过一个人。刚刚看不起萧炎的那些神指强者，此时早已经没有了轻视萧炎的意思，更是对萧炎有着防备之心。此人虽然实力只有5重天位神巅峰，但是给他们的感觉总有点不一样。哇，你究竟是什么人啊？怎么连天罗殿的人都对你如此的友好？一道带着萝莉之声从萧炎的后方传来，在萧炎闻声望去时，竟是看到了一艘超级方舟朝着自己这边缓慢行驶而来，旋即便是看到了上面站着数十道身影之人，而且每一道身影的气息都是非常的可怕，
其中有3位甚至都是不低于5重天位神之下。在这些身影的中央，则是站在一位年纪不大的女子。虽然年纪不大，可是她的容颜精致绝伦，她的墨发如云如雾，她的姿态纤细玲珑，她的气韵空灵飘渺，这就仿佛是精灵一般，让的萧炎都感觉自己这是身处在梦境之中。而刚刚发出的萝莉之声，就是这位看似精灵的女孩发出来的。萧炎对于这些陌生的人也是保持着一丝警惕，强大的神魂力量早已经笼罩过去，如果对方突然攻击自己，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一脸面无表情的萧炎极其冷静地看着那数十位身影，体内的3道神火也是已经蠢蠢欲动起来。或许是对方感受到了萧炎体内的炽热可怕的气息，那位精灵女子马上浮现一道笑脸，然后开口说道：你不用紧张，我们可不会伤害你，放心吧。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便娜，很高兴认识你。说着，这位精灵女子便是伸出自己的纤细手臂要与萧炎握手，也不知道对方是何方神圣。萧炎也没有立马有所回应。然后那位精灵的女子再一次出声道：怎么，怕我们是坏人吗？闻言，萧炎的嘴角微微触动了一下，见到对方如此豪爽，萧炎先是微微一愣，然后才缓缓地伸出手臂与之握手。如果对方真的要对自己不利，以他们的手段，或许早已经对自己动手了，根本就不需要再多此一举。我叫萧炎。双方相互的彼此盯着看了一眼后，皆是一笑。此时无数道异样的目光传来，他们窃窃私语，不过说些什么话，萧炎也不想知道。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竟然真的有人会与万兽神界来的弱者去相识。他们这些人从这精灵女子的方舟以及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独特气息，给人一种极其危险的感觉。这样的实力，至少也是堪比5大超神势力的恐怖存在了。但是为何本就如此可怕的实力，为何会与那万兽神界来的小子为伍？难道这小子真的有什么奇特之处不成？周围这些人的想法自然尽收便娜的眼中，然后利用强大的神魂力量对着四周扩散而去。我要与谁为伍，用得着你们去评论吗？配合着强大的神魂力量掺杂在自己的声音中，形成了极其强大的音波能量，竟是将一些实力稍弱的天位神直接给震伤了耳膜。这位便娜竟是如此果断的给在场的这些神只来个下马威，不愧是堪比5大超神势力的恐怖存在。见得这位便娜的可怕，所有超神势力的那些神之也不再多话，现场异常的安静。或许这就是5大超神势力之人的恐怖气势吧。他们虽然那内心里百般的不服气，可是奈何他们也没有办法。先不说他们自身能不能打败眼前的这位年纪不大的精灵女子，就算真的有人能够打得过，那么这位女子背后的势力才是非常的恐怖。甚至他们还猜想着，只要对方愿意的话，在场的这些超神势力之人怕都是会受到殃及。然而就在现场异常安静的时候，不远处的空间又一次的被撕裂，从中驶出一道同样华丽无比的超级方舟出来。只是在这超级方舟上写着2个大字天机，这2字的出现同样是让的周围的那些超神势力之人感到惊骇，其中就有部分的势力之人对这道天机势力有所了解。怎么连天机岛的人都来了？天机岛，萧炎也是从远处听到此次出现的这艘超级方舟好像是天机岛的势力。听着萧炎喃喃了几声，一直站在旁边的便娜也是转头看了看不远处方舟上的数十道身影，每一道身影竟是散发出可怕的波动，也是不必自己所带的这些神指弱。没想到连天机岛的人都来了，看来这一次神灵城怕是很热闹了。你知道天机岛对于萧炎而言，初来乍到一个新的陌生地方，自然是不清楚其中的各大势力信息。而且诸神万界那么浩瀚无尽，其中的超神势力更是数不胜数，根本就无法了解到什么天机岛的这一方势力。或许是这3年来自己沉迷于修炼突破上，这些问题也没有向坟老打听，所以对于诸神万界中的一些具体信息自然是不太清楚。看来你真的是第一次来神灵城啊，而且对于诸神万界的事情都不了解呀。萧炎也没有对其隐瞒，直接开始介绍起了自己以及自己来自何处。便娜一听，脸上逐渐写满了不可思议之色，然后身躯都是往后微微一仰，一双玲珑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萧炎。你竟然是来自第3等级世界，在我的脑海中，从下等级世界飞升第1等级世界的人，你还是我见过的第2个。便娜在听了萧炎的来历后，也是带着一丝微惊的神色，竟然来自于第3等级世界，而且萧炎的年龄也只有数百岁左右，如今的实力竟然已经达到了5重天位神，就算是在第1等级世界中，都已经能够堪比那些普通神教的存在了。在微惊了片刻之后，便娜才开始为萧炎介绍起了诸神万界的超神势力。整个诸神万界之中，有着无数道超神势力，而其中底蕴最强的超神势力，则是有5个势力，他们分别是灵神阁、杀神阁、雷神阁、武神阁、御神阁。这5个超神势力为何能够为这无数道超神势力的前5？主要除了自身的底蕴资源强大之外，还有就他们的神阁之主实力皆是达到了7重天位神巅峰。而眼前的天机岛它也是一方超神势力，只不过他们并不是建立在万界神州的超神势力，而是存在于神州之外的一片神秘的天海中。其中天海的深处，传闻有一座可以移动的巨大岛屿，
整个天海中更是散发出令人陶醉的神元之气。岛屿之上有着诸多神灵生存于这里，更是拥有着属于他们天机的奇特能力。也就是这股奇特能力，让他们成为了连5大超神势力都不敢轻易招惹的存在。比5大超神势力还是强大的超神势力，这天机岛都那么强大吗？萧炎心中的确被其震惊了一下。要知道，5大超神势力已经是无数超神势力中的最强5大势力，但是与天机岛比起来，似乎还是逊色了几分。神州之外的天海中究竟都生存着什么样的强大存在啊？这也直接是刷新了萧炎的世界观。本以为5大超神势力已经是非常强大的存在，可现在又出现了比5大超神势力还要强大的天机岛。天机岛的底蕴之所以不比5大超神势力差，甚至从某些方面讲，天机岛的底蕴的确还要强上一丝。因为天机岛之所以被称之为天机，正是他们有着一道独门的奇特能力，就是能够提前预知对手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但是唯一一点就是不能像元尊那般可以去窥探未来的某一角，却是能够在战斗中取得非常好的战斗效果，那就是能够预知对方接下来想要出的招式和动向。只要提前被预知到，那么不管对方所施展的招式有多么的强大，最后都会被天机岛的强者化解阻止下来，而且并没有很好破解天机岛方法，除非其实力是直接远超他们的存在，不然的同等境界下，天机岛的强者没有谁能够是他们的对手。听见卞娜这般解释，萧炎的眼珠子转动，都是不太敢相信起来。可以预知对手接下来要出的招式和动向，那这样的话，岂不是说天机岛所拥有的不就是天机之力了吗？这样的力量也算是大咒中极其独特的本源力量了。不过在见到萧炎那震惊之色时，卞娜接下来所说的话更是让萧炎对诸神万界的各大超神势力都了解了一番。天机岛虽然强大，可是与之天罗殿相比，还是略逊一筹的。天机岛拥有天机之力这样的强大底蕴，都还无法比天罗殿强大。萧炎有些诧异起来，他也不敢想象这天罗殿是何等的恐怖存在。诸神万界有着无数座神之大陆，每一座神之大陆中都有着诸多超神势力林立其中，而且这些神之大陆越往诸神万界中心接近，大陆上的超神势力以及神之强者和神之资源都会比外围的还要强上许多许多。不过在这些神之大陆的最深处，确实有着一望无际的天海，海中有2岛，其中一个就是天机岛，而另外一个乃是乾坤岛。这2个岛上皆是有着强大的超神势力，各自坐镇属于自己的岛屿。萧炎听着卞娜的讲述，也是对诸神万界有了一丝了解。本以为只有一个天机岛，结果还有一个比5大超神势力都要强大的乾坤岛。这诸神万界还真是万族林立啊！如此多的超神势力，竟然被这2个岛屿的势力给压过了一头，可想而知，天海中的天机岛和乾坤岛是多么的可怕。过了天海后，也是达到了诸神万界的中心区域，这里便是有着5个州，每一个州之中都有着一道超神巅峰势力坐镇，东州、西州、南州、北州中神州，而神州乃是这5大洲之首，而那天罗殿便是超神巅峰势力之一，坐镇南州。原来如此，难怪天罗殿的底蕴如此之大，一整个南州都是天罗殿的天下，其中还有诸多大大小小的超神势力，而这些超神势力能够创立在南州，那是因为他们都是附属于天罗殿，不然的话，这些超神势力可无法在南州中立足。不然的话，就连5大超神势力为何都只能在天海之外，而不是天海之内了？换一句话说，天海之外的神之大陆，其资源只占诸神万界总和的2成，天海却是占3成。至于东州、西州、南州、北州以及中神州，却是独占整个诸神万界的5成。所以也就为什么神州可以称之为万界神州，因为其中的资源最磅礴丰富。不管是什么，神州所占据诸神万界最丰富最多的神之资源，这样的一块宝地，唯有一些超神巅峰势力和超神巨擘势力，以及神级超神势力和巨无霸势力，才会在这块大宝地上坐镇，同时享受着来自万界神州中所带来的巨大能量和各大的神之资源。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够超越超神势力，成为万界神州中最顶尖的巅峰势力。神州中还有着许许多多的繁华城市，其中的神之资源数不胜数。至于所谓的高阶天位神，在万界神州中都不是罕见的天位神。那西周、东周以及北周这3个地方又分别是哪些超神巅峰势力坐镇？既然已经聊到这里了，萧炎也想趁此多了解了解关于诸神万界的信息，这对自己以后在诸神万界中有着一丝帮助也说不定。西周坐镇的超神巅峰势力阴阳殿，东周坐镇的超神巅峰势力圣花殿，北周坐镇的超神巅峰势力神罗殿。光从这势力的名字上都觉得这些巅峰势力的可怕与恐怖。萧炎对于这些势力的名字从未听说过，今日在卞娜的口中得知了一二。这么说，超神巅峰势力在诸神万界之中有着4道，东西南北各自坐镇一方大洲。想到这里，萧炎都是忍不住的暗自咂舌。
这些超神巅峰势力的底蕴之强大，已经不是现在的萧炎能够猜疑出来的。能够独占坐镇一方大洲，放眼整个诸神万界，也唯有真正的巅峰级势力方才有这样的能力了。如今就连这么强大的超神巅峰势力之一的天罗殿之人都来这神灵城，怕是会引起整个神灵城的轰动。看到萧炎那震惊不已的样子，便那微微的一笑，仿佛在说，这还不算什么，真正的恐怖强大还属万界神州。东西南北各大洲固然可怕，底蕴也极其的悠久，很难将其撼动。可是除了4大超神巅峰势力之外，还有其他势力，也不比超神巅峰势力差多少。万界神州中更是坐镇了数道堪比超神巅峰势力，甚至从某些角度上比较，还隐隐有着超越了超神巅峰势力的势力。还超越了超神巅峰势力的势力，萧炎直接是瞪大了眼睛，脸上已经写满了震撼之色。这简直就不是他接下来想要进去的新世界吧？只要被其中那一位大人物盯上，不死也得残废啊！万界神州的势力我就不说了，毕竟你也应该知道他们的名字了。卞娜眨了眨自己的眼睛，轻声道。萧炎想了想，在他的脑海中也是逐渐的浮现出了几道万界神州中势力的名字：神指联盟、灭神府以及神元宫。这3道势力个个都是极其恐怖的存在，虽然底蕴并没有比超神巅峰势力悠久，可是他们的实力资源却是能够堪比甚至超越了超神巅峰势力的存在。一个是可以影响整个第1等级世界的巨无霸势力神指联盟，一个是来历极其神秘的神级超神势力灭神府。想要成为其中的一员，都是需要天位神级别的实力。一个是创立不久的超神巨擘势力神元宫，那位神界大传奇的元尊便是公主，其实力更是超越了天位神之上，达到了更高神境的领域，领悟气运之道，成为了天古浩劫之后为数不多踏入主神领域的一人。而他更是来自第2等级世界之人，从下等级世界来的元尊，能够成为第1等级世界的大传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且神元宫更是能够有着可以与神指联盟正面对抗的实力，才让如今的第1等级世界能够有着制衡性的和平。不然的话，以神指联盟如今的庞大底蕴，早已经在诸神万界中掀起一场大洗牌模式了，更是让无数道超神势力都臣服在神指联盟的绝对力量下。不过除了这3道势力之外，万界神州中还有诸多的强大势力，只是他们并没有将自身的实力底蕴彻底的展现出来，这些都是隐秘的势力，他们分散在神州各地，其中的神指强者更是数不胜数，这些都是来自万界神州中顶尖存在，或许只有在某段时刻才会纷纷真正的现身吧。可以说这也只是一部分，真正的万界神州中还有很多未知的存在。换一句话说，万界神州就是一个无底洞，你能想象的这里都有，而且还是永无止境。在萧炎大致的了解完诸神万界的各大势力之后，天机岛的人也是将方舟缓缓地朝着那白洞中行驶而去。不过在经过萧炎的那一艘方舟时，天机上有几道身影其目光投射而去，他们不是看萧炎，而是萧炎身边的那位卞娜。此时一位男子穿着一身洁净的白袍，长发用玉冠束起，整个人散发出一股不染尘埃的气息。他就那样静静地站在那里，如同一株雪莲，清雅淡然而又高贵无双。然后他脸上带着一丝绅士的微笑道：娜娜，你怎么也在这里啊？难道是在等我？看似清雅淡然又高贵的这位白袍男子，在卞娜的眼中却是带着一丝厌恶之色，并没有得到卞娜的回答。那位白袍男子则是并没有感到尴尬，而是继续开口道：我的小妮子，我一定将你追到手。今日我也有要事办，等我办完事再来和你好好叙旧哦。说着，这位白袍男子一挥手，加快的方舟的速度，然后目光则是在萧炎的身上淡淡的扫过。一股特别奇怪的感觉自萧炎的心中出现，那种感觉就好像被窥探了一般。不过萧炎也并没有因为这样选择去和对方发生冲突，毕竟对方的实力摆在那里，背后更是有着天机岛这样的超神势力存在，只要对方不犯我，萧炎也不会去招惹别人。看着天机岛的方舟驶入白洞之中后，萧炎才似笑非笑地对着卞娜饶有兴致地低声道：看起来对方好像对你有点意思啊。闻言，卞娜直接给萧炎翻了一个白眼过去，真是哪壶不提提哪壶，这天机岛的人他可是最讨厌的，特别是刚刚那位白袍男子。我劝你不许说他，真是一个好心情都没有了。卞娜揉了揉自己的额头，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既然对方不想让自己提天机岛的人，萧炎也是自觉地闭上了眼。毕竟眼前这位女子萧炎也是第一次见，虽然对方与自己很友好，可是在这鱼龙混杂的地方还是谨慎一些好。而且从之前这位卞娜女子所施展出来的力量，实力恐怕至少都在萧炎之上。一位如此年纪不大的女子就有着超群的实力，怕其身份也不简单。等会你就跟着我们进去神灵城之后，我们就暂时分开了，因为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要做的。卞娜说道。萧炎也是点点头，既然人家有事情，萧炎自然不会说不可以吧。虽然神灵城中汇聚着各大世界各大超神势力的神指强者，可以抱一个大腿的自然会好一些，但是萧炎显然可不是会抱大腿的人。不过如果真的有，如今的萧炎也不会介意的。
毕竟神灵城这一次能够吸引出这么多的神职强者，自然是有着什么东西出现，才会吸引着他们来此。想必应该就是几年后争夺万界圣子有关的东西。那走吧，跟着我进入白洞的另一面，可以直达神灵城的中心，并且还能够在自身的神元之气受到其中能量的淬炼。便那说着，就让自己的人启动悬停在咒海中的方舟，白洞直接直达神灵城的中心。看着萧炎那又好奇疑惑的模样，便那就知道这家伙应该又是对其很陌生。这里的白洞另一面就是连接神之大陆中心的通道，而那黑洞则是连接这片神之大陆最边缘处的通道。通过白洞则是需要1天的时间就能够抵达，而黑洞则是需要3天的时间抵达神之大陆的外围区域，并且还会受到黑洞中那些恐怖能量的轰袭。只有成功度过黑洞中的轰袭，才能够进入神灵城中。最为重要的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进入白洞的，只有是神灵城的贵宾家族以及一些合作的家族方才能够走这白洞的资格，不然的话，一旦走近就会被白洞边上的神法大阵之力所轰击。就算是5重天位神，只要被这神法大阵之力反噬，都得是重伤。那白洞周围还有神法大阵之力，还能够直接重创5重天位神的超级神之，这让萧炎顿时一惊。刚刚还好自己没有进入，不然的话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不过萧炎知道，那上面的神法大阵应该就是神灵城中最强超神是力神通阁的杰作了，不然也不可能有着如此强大的神法大阵会在白洞上布置了。看来这神灵城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进去的，就算随便进去，就只能走那黑洞了。不过黑洞中的能量极其的可怕，并不是所有天位神都是能够坚持下来的。神通阁这么做，最为主要的还是控制人口。神灵城虽然很多，但是也无法承受来自各大世界那些生灵神灵的蜂拥而入，不然的话，整个神灵城的秩序就会被打乱。只有控制住一些人口有门槛的进去，或许才能够让神灵城得到更好的发展。而且这些进入其中的神职强者，个个都是身份不凡之人，自身的宝物也有着不少。这里作为综合性的地方，自然是有着稀有之物流入，也有罕见宝物被买卖而出。但是还好，萧炎有着变那护着，也是能够进入那白洞之中，直达神灵城的中心区域。众多方舟上的身影目光望着萧炎，紧跟在卞娜的身后，直接是进入了那白洞之中。那小子还真的进入了白洞，真是令人意想不到啊！我们所属超神势力之人也没有门槛进入那白洞，那人类小子来自万兽神界还能够进入其中，真是令我们都嫉妒恨啊！不少方舟上的神之强者纷纷露出一丝羡慕之色，喃喃自语了起来。那小子竟然有这么好的运气，竟然抱上了这样的一个大腿。看见一些有实力的方舟也逐渐的驶入那白洞之中，剩下的那些方舟也只有走黑洞的份额。看着黑洞中那恐怖的能量肆虐，他们便是不自觉地咽了口唾沫。因为黑洞之中凶险万分，所有没有实力和背景的想要进入神灵城，都得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不过这一次他们皆是来到神灵城，那么其中就有着他们所要的东西，所以必须进入神灵城。与此同时，白洞之中这里没有其他的颜色，只有被一片白色的光芒所笼罩。但是在这白色光芒并不是很刺眼，而且还能够用肉眼看得见万里之外的视野，这样的异象萧炎还是第一次所见。而且在这之中，萧炎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神元之气有着异常的变化。是不是感觉到体内的神元之气在变化，甚至有着提升的迹象？一旁的卞娜很快就看出了萧炎的心中所想，便是微笑的说道。萧炎也是点点头，道：刚刚我在外面的时候就感觉到白洞之中有着极其磅礴的神元之气，没有想到还真的是如此，而且神元之气极其的精纯雄厚，这也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神元之气竟然哪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闻言，卞娜微微一笑，轻声道：这样的精纯程度就让你大惊失色了，你可知不是诸神万界，在诸神万界中，那才是真正的神元之气之最，在整个第1等级世界中，就属诸神万界中的神元之气最为的磅礴精纯。所以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生灵神灵都想要进入诸神万界中。不过想要进入诸神万界可不那么简单的，想要进入诸神万界就必须先过神灵城这一关。萧炎也是一字一句的听了进去，这诸神万界果真与其他2大神界都不一样，或许这个世界才是大宙中的最核心之地了，而且自己也只有在这个诸神万界中历练，方才能够让自己的实力得到更快的提升。难怪必须要达到5重天位神之后才进入诸神万界，并且还能够直接在其中创立属于自己的超神势力，这就是5重天位神的重要性。但是萧炎去诸神万界可不是要建立什么属于自己的超神势力，而是前往神之联盟去营救灵动和沐尘2人。所以既然在这白洞之中有着能够让自身实力变强的机会，萧炎自然不会浪费，直接是盘腿而坐，释放出强大的神魂力量，
将万里之外的所有区域都笼罩在其中。通过神魂力量的释放，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在这个白洞之中，有着一道道能量条，皆是从四面八方朝着萧炎这边汇聚而来，然后钻入五官以及毛孔之中。那种舒适的感觉，使得萧炎体内的神元之气变得更加的精湛起来。索性直接将白洞中的这些神元之气吸收了，还可以淬炼自身。在这一天的时间里，萧炎可没有浪费一点时间，全神贯注地投入在这之中。一旁的卞娜看到萧炎这般样子，也是淡淡的一笑，然后那双美眸竟是直接看向了白洞的尽头方向，因为那里就是神灵城的中心区域了。这一次他来到这里，也是因为要夺得一样东西，但并不是给他自己的，而是给他的一位弟弟。因为那个东西在几年后，乃是可以让他弟弟成为万界圣子的几率。一旦成为万界圣子，那么就有着获得大道机缘录的机会，那可是一生中只有一次的机会。如果错过，那么就真的无缘领悟超越天位神之上的大道机缘了。当然，能不能成功领悟，也只能是看自己的天赋悟性了。所以在几年后的万界圣子争夺战上，一些神蛟已经开始准备了，他们都想要在万界圣子争夺战中成为最后的万界圣子，而且万界圣子的最终名额只有3名。可是来参加万界圣子争夺战的，则是有着数万名神蛟，而且这些神蛟的每一位实力都是达到了5重天位神之上，不乏还有着实力高达7重天位神，甚至半只脚已经踏入高阶天位神的那些神蛟。这些神蛟不仅实力强大，身后还有着强大的势力支撑，一些可怕强大的手段怕也是不在少数。所以这一次的神灵城怕会是最为热闹的一次了，汇聚了各大世界各大势力中的那些超级神之。神灵城的上空出现一道巨大的光芒，空间扭曲起来，一艘艘巨大的超级方舟皆是从中驶出。这些方舟上的人实力个个非凡，都是有背景有实力的神指强者。终于到了，这神灵城一如既往的繁华啊！看来这一次来到这里，那样东西我是势在必得。天罗殿的那位古筝年轻男子脚步上前几步，俯视着下方的无尽浩瀚的神之大陆。不过他们的正下方乃是这片神之带来的最中心之地，这里也是最繁华的城市神灵城。望着下方那雄伟的壮观画面，神灵城非常大，其中有着无边无际的平原，而且在平原之上有着奇形怪状的生物在其中飞快地掠过，并且还有非常多的特殊建筑，可以从建筑上看到一些极其精致的雕刻，其中还有着非常多的人影不停地来回飞去。穿越过这无边无际的平原区域后，进入至那连绵不绝的山脉之中，旋即那山脉之内的一道道宽敞大路便是四通八达地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之下。在那大路之上，还能看见越来越多的人影来来往往，甚至即便是隔着如此之远的距离，萧炎都能隐约听见那从地面上传来的一些喧哗之声。他们的方舟行驶在这片山脉的天空上，并非只有着萧炎这艘方舟的存在。就在他们刚刚进入这片神之大陆区域后不久，便是听得周围远处响起一些破风之声，旋即便是见到不少各种奇形怪状的方舟也是对着山脉之内飞掠而去。在途径萧炎等人身旁不远处时，他能够清楚地瞧见这些方舟的一些人影。整个山脉第一印象给予萧炎的便是一种繁华的感觉，毕竟即便是在无量神界、万兽神界的各大城市的天空上，也很难见到如此之多的方舟同时出现。在这里，似乎方舟是一种比较普通的代步工具，不过这一路而来，似乎这些方舟的体积都是相差不大，只不过却是有着各种奇形怪状的区别。唯有萧炎的方舟样式在神灵城却是非常的少见，还是引起了不少天空上的诧异目光。特别当这些目光投射自己这边来时，一股股强大的气息竟是全部的将萧炎笼罩，沉重之感瞬间布满了全身上下。不过就在萧炎原转神力抵抗时，卞娜也是再一次的出手，释放出强大的神魂力量，直接将对着萧炎笼罩而来的强大气息击退而去。一道沉闷之声在那些天位神的脑海中不断的响起，身影都是摇摇缓缓了一下。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神魂力量，一瞬间就将我们的气息所击溃而去？那女子是什么来头？那些身影顿时露出诧异的目光，更是多了一些震惊之色。他们好的也是超神势力中的天骄，实力也是不凡，可是面对这位长相精灵女子，竟是相差了那么多。若非此女子是某一些隐士的强大家族势力之人，不然他们也很难猜出来她是何人了。我希望你们不要对她有所企图，不然的话，被我知道了，不仅是你们本身，就连你们背后的超神势力，我都会连根拔起。听明白了吗？一道无形的强大声波之力再一次的传入他们的耳朵中，就连耳膜都差点被震碎裂开来。同样，就连萧炎也没有想到，自己竟是会被刚认识的女子所保护，并且这女子的实力竟然如此的可怕。一道声波就让这些5重天位神的超级神只感到震惊，看来他的实力至少都是6重天位神以上的实力了。那小子竟然被如此强大的女子所保护，还真是让人羡慕啊！人群之中，不少身影的目光开始闪烁，露出了羡慕之色。因为在这神灵城之中，如果被一位实力身份不凡的人所保护，那么都能够横着走了，不管到了哪里，都是以实力为尊。至于这位卞娜，萧炎也是对其的身份感到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对惧怕他？实力更是强的可怕，一道声波就可以压制数位5重天位神的超级神之，这样的力量
就算是现在的萧炎也是无法做到的。萧炎，既然已经来到了神灵城，我们也就暂时别过了。日后我相信我们还有再见的机会。卞娜突然转头对着萧炎微笑了起来。闻言，萧炎也是一愣，不过也是回过神来，拱手微笑道：“好，多谢了。”然后卞娜则是对着萧炎一笑，便是带着自己的人朝着神灵城的一处方向驾驶着方舟飞去。看着那艘渐行渐远的方舟，萧炎也是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耸了耸肩，目光看了看这繁华的神灵城，不愧是最为繁华的城市啊。萧炎紧紧望着下方的城市，那繁华的程度竟是超越了萧炎所认知的范围，嘴中发出一声轻叹，旋即脚掌轻跺，方舟便是发出一声咯吱之声，旋即震动着周身，对着山脉的深处迅速飞掠而去。方舟在飞掠了将近10分钟后左右，一座巨大的城市轮廓便是隐隐约约地出现在了那葱郁山峰的遮掩之中。随着逐渐的接近，那座庞大的城市也是彻底的被萧炎收入眼内，目光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下城市的规模。萧炎不仅再度点头，在萧炎观测着城市之时，方舟也是距离下方越来越近。而就在其即将进入城市的上空时，突然一道光影从城门口闪掠而上，旋即化为一名黄袍老者。这名黄袍老者面色颇为冷肃，脚踏虚空，就这般直直地站在方舟的飞行路线之前，沉声道：“小友，你是第一次来神灵城的不成？难道不知道在神灵城上空不允许使用方舟飞行进入吗？”飞行路线被阻，方舟也是在第一时间止住了前进的方向。萧炎无比平静地盯着面前的黄衣老头，淡淡的道：“的确是第一次来，只是没想到这神灵城的规矩居然还如此之多，真是有些不好意思了。虽然不怕事，可是也没有因为这点小事情去选择与对方发生冲突，毕竟这乃是人家的地盘，在这个新的环境之下，还是要低调行事。”五重天位神巅峰的超级神智，感受着那如雷鸣般在耳际轰然响彻的声音，黄衣老者脸色则是带着一点的变化，目光微惊的在萧炎的身上扫过，旋即便是有些惊愕的发现，眼前的这位黑袍男子给他有一种危险的感觉。虽然只是五重天位神巅峰的实力，可是隐隐间在萧炎的体内有着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至于是什么，这位黄发老者也不知道，而他自己的实力同样也是五重天位神巅峰，不过在同等境界之下，为何会给他的压制感觉如此的明显？甚至在这种压制之下，其体内神元之气的流动都是变得阻塞了许多。此子究竟是什么来头？为何修为一样，却能让我有这般感觉？这可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除了那些神交，还是首次出现。自己在五重天位神领域中可是属于巅峰者，即便是在神灵城之中，也是为数不多能够让自己这般感受。如此的神之强者，此次来我神灵城，难道也是为那个东西而来？黄衣老者心中泛起许些涛浪，面上却是变得和缓了许多，对着萧炎等人拱了拱手，道：“这位朋友，这的确是神灵城历年来的规矩。下方城门口处有着我们神通阁所建立的专门停放方舟的区域。”神通阁难道就是神灵城所有的超神势力中最强大的超神势力？传闻这道超神势力的气底蕴是能够比肩5大超神势力的存在，甚至直逼超神巅峰势力。也就是拥有如此庞大资源底蕴的神通阁，才让神灵城变得如此的繁华。而且这神灵城中超神势力众多，龙蛇混杂，不过其中最强大的底蕴势力便是这个神通阁。如果想要前往诸神万界之后，就需要通过向神通阁花费一些不小数目费用，才能够进入诸神万界的认可资格。所以说在这神灵城中，所有的资源可都是神通阁所有。在其阁中，阁主实力已经达到了高阶天位神，所以也就是这个原因之一，使得神通阁的底蕴超越了5大超神势力，甚至当属此神灵城的最强神指强者。若非有这位神通阁之主的存在，恐怕神通阁也难以独自掌控。成为神灵城的最强超神势力这么久，有着一名高阶天位神坐镇一方超神势力时，就代表了已经超越了5大超神势力，那可是一名8重天位神啊，巅峰天位神之下的最强者。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在这神灵城之中，就算来自各大世界和各大超神势力的神指强者，也不敢随意闹事惹事。一旦被神灵城的巡逻队发现，没有任何一次的警告，只要发现就会被使用特殊手段，而那手段也是极其的残忍无比。至此之后，整个神灵城中就没有任何的冲突，就算是交易的时候，只要谁先买下，就不能再加价购买，甚至也不能因为没有得到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对其大打出手。可以说在神灵城交易买卖是一件非常安全的事情。此时萧炎的目光也在黄衣老者身上扫了扫，后者的实力这竟然也是一名5重天位神巅峰的实力。没想到到了神灵城之后，其中随便遇到的一位神指都是实力不凡的存在。要知道5重天位神在万兽神界乃是最强，也是能够成为最强龙神的存在。当初为了击败神龙族的神龙，可谓是花了不少的代价。如果没有朱龙剑对神兽血脉的压制，自己恐怕根本不是神龙的对手，而且也无法在一名5重天位神的手里对抗3招。现在萧炎突破到了5重天位神巅峰之后，才知道
4重天卫神和5重天卫神之间的鸿沟差距究竟是多么的巨大，难怪会是分水岭之别。4重天卫神的天卫海则是只有4颗星辰，而5重天卫神拥有天卫星辰海，则是有着数百颗星辰。4颗星辰与数百颗星辰比，这之间的力量差距可想而知。而那位神通阁之主乃是一名高阶天卫神，其天卫星辰海中的星辰则是有着100万颗，这就是达到5重天卫神之后每一重天的真正差距。简单来讲，100颗星辰是5重天卫神，1000颗星辰是6重天卫神，10000颗星辰是7重天卫神，那么100万颗就是8重天卫神。至于巅峰天卫神却是有着1000万颗星辰，光从星辰的数量上比较就知道了5重天卫神之后的每一众的小境界差距是多么的巨大遥远了。只有拥有了100万颗星辰才能够成为一名高阶天卫神，所以神灵城之中为何没有人敢闹事惹事，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位人物存在。神灵城能够成为如今如此繁华的城市，肯定也离不开这位高阶天卫神所带来的影响力。虽然神通城不属于诸神万界之中，可是却能够有着掌管通往诸神万界的虫洞实力。当然有很多人都认为应该不是因为单单是那一名高阶天卫神的原因，一些传闻也就此传开，在神通阁的背后定是有着极其庞大的势力支持着，不然为何就连那些来自超神巅峰势力的一些神交都不敢在这里轻易的惹事闹事？这就证明了这神灵城或许只是归神通阁代管掌管，而真正掌控全局的应该就是神通阁背后的那一道极其庞大的势力了。你就是神通阁的人是吧？我今日来此没有其他目的，就是想要前往诸神万界而已，能否告知我如何才能进入诸神万界？萧炎出于礼貌也是拱了拱手说道。那位黄衣老者一听微微一惊，这与他所想的不一样，眼前的这位黑袍男子竟然不是为了那个东西而来，而是简单的要进入诸神万界。原来朋友是想要去诸神万界呀，不过想要进入诸神万界需要通过我们神通阁认可的资格才行。哦，需要什么资格？萧炎淡淡的说道。就是需要至少500万枚的神奇丹。很快这位黄衣老者也是直接说出了进入诸神万界的认可资格，500万枚神奇丹。萧炎一听这数量差点没有站稳脚跟，不过也很快的调整了心态，心想着说这不会就是过路费吧，去往诸神万界而已，为何需要如此多的神奇丹？这就是神通阁的规矩了，而且来此处的所有人都得守这里的规矩，不然的话就会被重创驱逐。黄衣老者说这话的时候很显然带着一丝自信之色，毕竟那位神通阁之主的实力就摆在那里，一名高阶天卫神的强者，谁会敢去招惹？一旦招惹的话，那下场可想而知，肯定会连带自己所在的家族都有可能。有些时候底蕴强大的超神势力不仅可以制衡一方神之大陆的和平，还能够让一方神之大陆成为如此繁华之地，并且生存这里的人都是非常的守规矩，这一点萧炎倒是颇有体会。既然是这里的规矩，萧炎也是外来人，目的也只是进入诸神万界而已，为了不节外生枝，也只能遵守的。毕竟这神通阁的底蕴如此强大，目前还不是与之抗衡的时候。好吧，萧炎心里想着，500万枚神奇丹可不是小数目，就算他是一位9品药仙的炼药师，也需要数月的时间炼制。不过这500万枚神奇丹，我需要一些时间炼制，所以再等些时日，我再过来。说完，萧炎正转身离去时，那位黄衣老者确实叫住了萧炎，语气中带着一丝吃惊，道：你是一位炼药师？萧炎眼神先是微微闪动，然后微眯起来，低沉道：怎么，只是一名9品药仙而已？此话一出，直接让那位黄衣老者瞪大了眼睛，露出无比骇然的表情。一位9品药仙而已。片刻之后，黄衣老者才恢复神色，缓缓地开口道：如果你是9品药仙的炼药师，那么就不需要500万枚神奇丹就能够有资格进入诸神万界了。萧炎一听有资格进入这话后，脸上也是有些微惊了起来，心里想着，难道在这里9品药仙炼药师的身份地位极高？朋友有所不知，想必你也是第一次来这神灵城，我便告诉你也无妨。在我们这神灵城，炼药师的地位很高，何况是一位9品药仙，如此的等级炼药师，在我们这里都是少之又少。就算我们给出诸多的报酬，大宙之中的一些炼药师都难以招揽到这里，以至于神灵城虽然资源非常的丰富，几乎什么宝物都有，可是唯有炼药师非常的稀少。在我们的神灵城中，最高等级的炼药师也就8品药仙，而你年纪不大，却是已经达到了9品药仙，这样的身份地位，可以说除了神通阁之主外，你是这里的第一人，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听了黄衣老者的解释，没想到在这如此繁华的神灵城中，最高等级的炼药师也就8品药仙，还真是有些匪夷所思啊。而那位黄发老者似是猜到了萧炎心中所想，也是淡淡的一笑，解释道：朋友，虽然我们这神灵城拥有其他地方都没有的宝贵资源，可是唯独炼药师却是不敢恭维啊。哦，萧炎疑惑地哦了一声。其实不瞒朋友说，
我们神灵城唯一的不足就是炼药师这一面，就算我们放出丰富的报酬，也不会有9品药仙以上的炼药师愿意来此。其原因就是9品药仙之上的炼药师基本都去往了他们的梦想之地了，我们这神灵城怎么会被那些炼药师看得上呢？说到这里时，这位黄衣老者的脸色也是惆怅起来。炼药师的梦想之地，萧炎对于所谓的炼药师梦想之地可是没有任何的了解。至于这位黄衣老者所说的梦想之地究竟是何处，萧炎自然是不清楚了。朋友，你身为炼药师，难道对炼药师的梦想之地也不了解？萧炎的话语也是惊到了黄衣老者，不过后面想一想也正常。这眼前的黑袍男子虽然拥有9品药仙的炼药术，可是对于诸神万界中的一些信息却是知道的非常稀少。也罢，今日就与这位青袍男子好好说一说。如果不是刚刚萧炎无意间说出自己是会炼药的话，这位黄衣老者也不会与之交谈这么多。既然朋友日后也要进入诸神万界之中，那么我便将万界中的各大巅峰超神势力划分与你说一下。黄衣老者在这神灵城也算是资历不浅的之辈，自然都清楚关于诸神万界中的各大巅峰超神势力的分布。在诸神万界之中，最强的超神势力便是5大神阁，而超越了5大神阁的便是天海中的2岛、乾坤岛和天机岛。当然还有一些隐晦的势力，他们都是超越了5大神阁的存在，包括他们神通阁也是如此。至于为什么没有排进5大超神势力，那是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挤进超神巅峰势力的行列，而不是所谓的超神势力。那么在2岛之上的就是东南西北各州的4殿：圣花殿、阴阳殿、天罗殿、神罗殿、中神州，却是有着一府一宫、一神塔、一联盟。这4道乃是超越了超神巅峰势力的势力，其中的底蕴深不可测。他们在整个诸神万界之中，可都是有着相互制衡的实力，不然的话就没有如今这般和平了。一府一宫、一神塔、一联盟，嘴中缓缓地重复了一遍。萧炎眉头也是微微一皱，到这一宫应该便是神元宫了吧？看来朋友也是有着了解嘛。府便是灭神府，这灭神府不管是底蕴还是来历，都是极其的神秘。就算是在这数千年内建立崛起的超神巨擘势力神元宫，都是不敢轻易的与之有所交涉。要知道，那位神元宫的公主可是被称为神界大传奇，放眼整个诸神万界，都很难找出几位可以与之抗衡的存在。更是在一次神藏中获得了大道机缘，领悟大道，实力更是突破了天位桎梏，踏入了大洲中最高境界诸神。但即使如此，这位神元宫公主对于那灭神府的神秘府主依旧是有些忌惮。据神州的一些小道传言，神元宫的这位公主曾经暗中与灭神府的府主交过手，但至于结果如何，便是未曾可知了。听到这里，萧炎默默地点了点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将心中的震撼之感压制而下。没想到就连元尊那等神界大传奇的存在，都对那灭神府的府主都带着一丝忌惮。看来那来历不明的灭神府是在神州怕都是无敌般的存在了。但是在萧炎的心中，不管这灭神府究竟有多么强大，他仍旧不会有丝毫的迟疑与退缩。至于那个异联盟，便是巨无霸势力神指联盟。萧炎第一时间便是猜出了，不过这也不用想，能够成为异联盟的可都是超越超神巅峰势力的恐怖存在。而萧炎自己与神指联盟也是有着不小的恩怨，天神山之仇、灵动牧尘之仇，他都会一笔一笔的向神指联盟算过来。神指联盟简单的4个字，瞬间便是令得萧炎脸色阴寒了下来，凌厉杀意自漆黑眼中闪掠而过。黄衣老者听到萧炎轻声念着神指联盟4字后，感受到萧炎的杀意竟是突然释放而出。正常的人或许就已经猜到萧炎与神指联盟之间肯定有着不少的恩怨了。黄衣老者迟疑了一下，道：朋友，想必你与神指联盟有着不小的恩怨，不过为了安全起见，我建议你在未达到能够有着与之抗衡之力前，还是尽量隐忍一忍。毕竟神指联盟的底蕴可是极其的庞大无比，论底蕴的悠久，比不过超神巅峰势力的古老底蕴，但起码这样的势力已经成为了诸神万界以及整个第一等级世界的巨无霸。的确，黄衣老者所说的不错，这神指联盟能够成为第一等级世界中的巨无霸势力，肯定有着超乎寻常的底蕴实力。在这神指联盟之中，怕是也有着天位神之上的恐怖存在。在纪元遗迹的时候，萧炎可是见过3位副盟主的力量，那力量在如今看来，至少也是超越了天位神之上，这还只是副盟主级别的实力。那么在这些副盟主之上，还有那位传说中的大人物盟主，这位神指联盟的盟主更是神龙不见神位，就算是联盟中的成员都很少见过这位神盟主，唯有一些联盟中的高层人物或许才会见过这位神秘盟主的真面目，实力更是恐怖无边，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位盟主的真正实力在什么境界，所以也很难断定盟主的真正实力了。但是
对于萧炎而言，自己还需要更强大。虽然现在已经突破到了5重天位神巅峰，可是这样的实力依旧无法与整个神指联盟做到真正的抗衡。就算去救灵动和沐尘帕，都是凶多吉少，所以要去救他们2人出来，自己的实力必须再提升一些，这样才能提高拯救他们的几率。那最后的一神塔，是不是就是刚刚你所说的无数炼药师的梦想之地了？萧炎暂时抛开刚刚的念头，便是直接转移话题，再次问道：没错，一神塔便是丹神塔，也是一道能够与神指联盟所正面抗衡的存在，在神州拥有着极强的庞大底蕴，塔内强者如云，高阶天位神以及巅峰天位神都是有着数位。丹神塔吗？听到这个有些熟悉的名字，萧炎眼角也是忍不住的挑了挑，因为此前可是听说过吴雪的师傅好像就是来自于这道丹神塔的势力之中。原来吴雪的师傅居然是如此有身份的人。丹神塔乃是无数炼药师的梦想之地，只要加入成为其中的一员，不仅能够获得更多的稀世药材以及药方，更是可以提高自己的炼药术。这样一来，所有的资源都会朝着自己靠拢，突破自身极限，踏入更高品阶的炼药术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其中更是有着一位塔主，传闻那位塔主的炼药术已经达到了9品药神的层次，而9品药神4字已经代表了无数炼药师中最高级别的称谓，药仙之上便是药神，药神乃是炼药师中的最高境界。那么在这最高的炼药师境界中，同样也有品阶划分，1品至9品，9品乃是药神之最。能够达到这样一种高度的炼药师，在诸神万界以及整个第1等级世界中，只有这位塔主一人能够做到。这也就是为什么丹神塔能够比歼神指联盟这巨无霸势力。炼药师的身份可不容小觑，特别是来自一位9品药神的号召力，只要这位9品药神愿意，在几个小时间就能够召集第1等级世界中高阶天位神，甚至是巅峰天位神这等超级神指强者。所以论底蕴，丹神塔也是能够与神指联盟做到抗衡的强大存在。一辅一攻，一神塔一联盟，便是万界神州中最高等级的势力了。就在了解完丹神塔的一些信息后，突然间萧炎的脑海中响起粉老的声音：小家伙，我记得这丹神塔之中有着一道不弱于你灭世的神火。此话一出，萧炎的身躯以及神魂都是一颤。不弱于灭世的神火，这灭世可是9道神火中排名第3的存在啊！难道说在那丹神塔之中有着排名前2的神火本源不成？粉老，那丹神塔中的神火难道是前2名的神火了？萧炎立马传音到了焚诀空间中的粉老，语气中也是带着一丝激动和兴奋。粉老也不置可否的点了点头，捋了捋胡须，悠悠的说道：正是，也就是因为这一道神火的存在，才让丹神塔的那位塔主成为了唯一一位9品药神的存在，才拥有了9品药神的炼药术，从而让的丹神塔底蕴丝毫不弱于神指联盟的存在。换一句话说，就是神指联盟是众神汇聚的联盟之地，丹神塔就是无数炼药师的梦想之地，从而导致这两者之间逐渐的形成了能够制衡彼此的无形锁链。知道了这丹神塔中有着一道比灭世神火还要排名靠前的神火之后，萧炎体内的血液都是逐渐的滚烫起来。如今自己拥有着3道神火以及1道地炎，如果再收服这丹神塔中的神火本源，那岂不是能够让萧炎的实力加倍提升起来，甚至还能够在丹神塔中提升自己的炼药术，能够成为超越超神巅峰势力的丹神塔，其中的底蕴资源怕是都能够让无数炼药师疯狂起来。若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一去这丹神塔，试试能否将这比灭世神火还要强大的神火弄到手。如果可行的话，那我的实力也将会再度暴涨许多，这样一来，拯救灵动和沐尘的几率将会大大的提高许多了。此时萧炎的目光闪烁着一道耀眼的火芒，心中喃喃道：如今萧炎的实力在5重天位神之中无对手，就算对战6重天位神都是立于不败。毕竟自己的天位星辰海有着1000颗星辰，那力量就相当于6重天位神。如果自己再施展焚神3火的话，更是能够与高阶天位神之下的超级神指抗衡对战，并且不败。但将第4道的神火收服的话，萧炎就能够施展出焚神4火，那时候不管是高阶天位神还是巅峰天位神，他都是难以将其击败了。那时候的萧炎或许已经有了对战巅峰天位神的恐怖力量了。黄衣来者自然是不知道萧炎心中所想的念头，见到其脸色有异，还以为他是因为丹神塔那位9品药神的缘故，当下连忙安慰道：朋友，虽然那你是一位9品药仙的炼药师，但是以你的天赋，怕是在不久的将来也能够成为突破药神。萧炎听了微微一笑，对方以为自己刚刚是因为9品药神的缘故，然后道多谢夸赞，我也会努力突破炼药师的最高境界。药神。闻言，黄衣老者也是淡淡的一笑，他相信以萧炎这也就100岁的年纪天赋，就成就了9品药仙，那么药神那样的领域也是迟早的事情。好，我非常看好你的炼药天赋，既然如此，我也指明你一条路，想要突破药神，就必须去一趟丹神塔，只有在那里，
你才能够提升自己的炼药天赋，甚至是突破。此时，黄衣老者也是认真的讲述道。此话一听，萧炎的眉头也是微微皱起，然后带着一丝疑惑的问道：“难道突破成为药神，就必须去丹神塔吗？”黄衣老者不置可否的点点头，一脸认真的道：“没错，想要突破药神的炼药师，就必须在丹神塔中才能够有机会完成。只因为在丹神塔中有着一道神火，那道神火的本源更是恐怖至极，滋润着整个丹神塔的上下。只要被这道神火本源稍微滋润一下，就能够使得炼药师的炼药术有着大大的提升。丹神塔之所以能够成为无数炼药师的梦想之地，就是这一个原因。那其中不仅有着可以提升炼药术的神火本源，更是有着那些就连我们神灵城都没有的一些更加稀有罕见珍宝的药材和药方，所以才导致我们神灵城不管抛出什么样的丰富报酬，都没有九品药仙之上的炼药师会愿意来此。萧炎闻言也是震惊了他的认知，原来丹神塔中果然有着一道神火，看来坟老所说的没有错。但又回想起来，这坟老怎么什么事情都知道？不仅知道，而且他还知道神火的所在，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随着萧炎的实力不断提升，也是隐隐间发现坟老的身份极其的不简单，就仿佛他已经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一般。如果真是和萧炎想的这般，这坟老的实力实在是不敢想象。但是萧炎并没有直接选择质问坟老的真正身份，从开始坟老的出现到现在，对方并不是什么坏人，甚至是在不断的培养着自己，使得自己变得更强大。只要能够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就算对方的身份不简单又如何？只要自己能够守护自己最重要的人和自己的世界，那么这一切也都是值得的。神火能够提升炼药师的炼药术，甚至直接有机会突破炼药的最高境界药神。这丹神塔中的神火是排名第几？之前在神通阁之主的嘴中得知过，丹神塔之中的那一道神火，应该就是9道神火中排名第2的诛心神火。诛心神火，萧炎双眸微微闪烁，那漆黑的瞳孔之中，竟是有着别人看不见的火芒涌现。仅仅听到这一道神火名字，就感觉自己的心就仿佛被什么东西给影响了一般，就连萧炎自己本身都找不到任何的原因。诛心神火，它不仅能够滋润无数炼药师，甚至能够提高炼药术，并且它本身就有着可以独霸整个第1等级世界的无上丹方。无上丹方之中的每一个品阶丹药，可都是神之7品之上的等级，并且那些都是已经早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失传的炼丹之法。无上丹方，对于这4个字，萧炎的脸色变得异常的骇然。光听这个名字，他都觉得这一定是第1等级世界中最顶尖的丹方了。其中的丹药最低的都是神之7品开始，如此的无上丹方，他应该就是在那位9品药神的手里了。看到萧炎如此震撼的神情，那位黄衣老者也是见怪不怪的笑了笑。不仅是萧炎，当初就算是他自己以及其他无数炼药师知道了此事之后，他们的表情怕是比现在的萧炎更加的夸张。这也就是为什么丹神塔可以一举成为万界神州中能够与神指联盟、神元宫、灭神符等齐名般的存在。同时一府一宫一神塔一联盟，则是站在了整个诸神万界的最高处，俯视万界中所有的神灵，从而做到超越了那些底蕴悠久古老的超神巅峰势力般的大存在。萧炎已经对万界神州中这站在最高处的一府一宫一神塔一联盟有了全新的认识。或许这就是萧炎的目标，他也非常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站在诸神万界的最高处，俯视万界神州。当然，接下来黄衣老者的话更是让得萧炎震撼的心都不停地急加快跳动起来。诛心神火之所以被称之为诛心，它除了这些能力外，还可以给人的心灵造成巨大的伤害。它是能够入侵无数生灵神灵的内心深处，将他们那些已经遗忘的事情再次被激发出来，或者说那些都是每一个人都与生俱来所拥有的一道自己挥之不去的内心世界。除非只有真正的战胜了自己，如不然，只要被诛心神火入侵别人内心世界，崩溃精神，就能够做到彻底的诛心，而且还是永不断的诛心，一时间痛苦不堪，直接让这些生灵神灵永远的沉沦下去，难以翻身。除非只有真正的战胜了自己，如不然，只要被诛心神火入侵别人内心世界，崩溃精神，就能够做到彻底的诛心，而且还是永不断的诛心，一时间痛苦不堪，直接让这些生灵神灵永远的沉沦下去，难以翻身。当黄衣老者诛心神火的能力讲完后，萧炎的内心中顿时有着一道涟漪波动荡漾而开，但是很快又消失不见。至此，萧炎对这第2名的诛心神火有了全新的认识。
这简直比他自己所收服过的神火更加的强大与恐怖。能够做到永世诛心，那下场可比直接杀死更加的痛苦不堪。丹神塔的确得要走上一遭，不然我的炼药术怕也会荒废掉。萧炎喃喃自语，自己的神力可以通过神元之气以及神火本源等这些东西提升，就连神魂的力量也随着自身实力的提升，从而得到更加强大的力量。至于那炼药术，仿佛已经止步很久了，一直停留在九品药仙，无法突破至药神。如果在丹神塔中真的能够让自己的炼药术有所提升的话，那么就能够炼制出神品除丹，甚至是真正的神品丹药。再过几年的时间，丹神塔就会举行大型的神丹大赛，只要参与者能够炼制出品阶最高的神品丹药，就可以获那唯一一位九品药神的青睐，获得神丹大赛的丰富奖励。而那些奖励无疑都是无数炼药师都梦寐以求的宝物。也有传言说，那位九品药神也是想通过神丹大赛直接选取一位适合自己的那个传承人，更是将其收为自己的嫡传弟子，亲自教导，成为自己未来九品药神的接班人，传授核心技艺，甚至连无上丹方授予也都有可能。九品药神想要收嫡传弟子，这简直让的萧炎带着一丝明显的震惊。要知道九品药神代表了什么？九品药神乃是代表着整个诸神万界中的最高境界，只要对方一句话，就能够让整个神州都抖上一抖，号召力极为的惊人。就算是一些九重天位神的超级神智，都不敢轻易的去招惹一位九品药神。如果一旦招惹，那么就会得到杀身之祸，不管躲到天涯海角，都会被其找出来抹杀。这就是丹神塔的恐怖之处。而其他与其齐名的灭神府、神元宫、神指联盟也同样有着自己的恐怖之处。这一府一宫、一神塔一联盟，就算是超神巅峰势力中的那些老妖怪级别的存在，都不敢去触碰这样恐怖的庞大势力。很快，在萧炎的心里已经有了自己接下来的打算，不管是5年后的万界圣子争夺战，还是神丹大赛，他必须都要参加，因为这两个对他自己都是有着巨大的帮助。一旦错过，那么自己在神之路上就会比别人走得更慢了。你日后要是进入诸神万界中后，可千万不要去招惹这些势力，不然就连喊救命的机会都没有。黄衣老者也是给萧炎提醒道，毕竟这4大势力可是诸神万界中最顶尖的存在，包括他们神灵城在这4大势力眼里，生与灭只是一句话的事情罢了。萧炎认真的点点头，不过黄衣老者却是不知道，自己可是与那神元宫有着一丝关系，这要是让他知道的话，怕是会直接惊掉下巴。而且灭神府以及神指联盟本就与自己有着摩擦过的火花，日后碰面对战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见到萧炎也是听了进去，黄衣老者松了一口气。他虽然是神灵城之人，可也是一位比较爱才之人，可不想让眼前这位拥有9品要先炼药术的萧炎在日后进入诸神万界惹上这一些大麻烦，所以才好心提醒了一下。除了一府一宫、一神塔一联盟不能招惹之外，那超神巅峰势力也不能去招惹。神罗殿、天罗殿、阴阳殿、圣花殿，因为方位刚好呈东南西北4方向，屹立在东西南北洲之上，也是被称之为4方殿。他们的实力同样极为的强大，底蕴更是古老悠久。这些势力日后在神州尽量都不要遭惹，免得会有些麻烦。黄衣老者认真的提醒道，没想到自己与这黄衣老者只是路人的身份，对方竟是如此的关心自己，看来自己是炼药师的身份，而且还是9品药仙的缘故吧。圣花殿，也不知道为什么萧炎对这圣花殿倒是有些感兴趣，因为这个名字让他联想到了当年斗气大陆时中州上的那道花宗势力，就是一个带花的势力名字，令得萧炎面色有些古怪了起来。他清楚地记得，当时云云和小医仙2女被神秘势力的人带走之后，没有一点线索。此时在听到这圣花殿的名字时，在萧炎的脑海中竟是出现了云云那道身影。云云、小医仙，不管你们被何方势力带走了，我如今已经来到第1等级世界，一定也会找到你们。萧炎也是暗自的决定而下。魔兽山脉、青山镇这2个地方所遇的这2个人，那时的场景现在想起来可都历历在目。这些超神巅峰势力乃是仅次于一府一宫、一神塔一联盟的存在。不过在诸神万界中，藏龙卧虎之辈太多，说不定其中还有隐藏着什么绝顶强者。看来日后萧炎在诸神万界中行事都要格外的小心一些了。2人交流了一会后，萧炎也是了解到，这一次如何如此多的超级神只来此，有一小部分也是为了进入诸神万界，但是那绝大部分的乃是为了神灵城这一次举办的寻宝集会而来。也有消息流出，这一次的寻宝大会中有着一道极其稀有罕见的道灵，只要谁获得这一道灵，在5年后那万界圣子争夺战中就会大大的提高几率。所以这一消息传出后，直接轰动了整个诸神万界。在这几日，神灵城也就成为了最热闹的一次场面。不过想要得到这道灵，不仅需要庞大的财力，还需要自身强大实力以及背后所在势力的底蕴了。因为这东西可是所有超神势力以及那些超神巅峰势力都是势在必得之物，怕是想要得到道灵，恐怕极其的困难。但是
除了道灵之外，在这寻宝集会中还有着其他稀有的宝物，运气好的话还会获得属于自己的有缘之物，那么也是一件非常不错的。刚刚你说我是炼药师的话，就不需要神器丹就能够进入诸神万界了是吧？萧炎再次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如刚刚属实？黄衣老者自然是点点头，他可是神灵城之人，所说的话必须都是实打实的。好，但是我觉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是不是还有什么要求？哈哈，朋友真是好眼力啊，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那双眼睛。的确有要求，虽然炼药师可以免了神器丹进入诸神万界，可以你必须成为我们神通阁的克勤炼药师才行。黄衣老者也没有隐瞒，直接将事实说了出来。克钦炼药师，萧炎心中有些猜疑，这神通阁为何如此需要一名高阶的炼药师呢？只要你愿意成为我们神通阁的克钦炼药师，那么你就会拥有我们神通阁所有的资源，你想要什么，我们也都会满足你，而你也要满足我们神通阁的一些要求。当然，我们的要求都是在你所能完成的范围之内。此时的萧炎心中开始呢喃了起来，看来想要进入诸神万界，就必须要经过神通阁的认可，方才能够进入诸神万界的资格。这克钦长老怕是非做不可呀。虽然自己也能够炼制出500万枚神器丹，可是那耗费的时间也是无比的长久，也不知道如今的灵动和沐尘在神指联盟中的情况，所以自己必须要尽快准备好一切，进入神指联盟营救他们二人。片刻之后，萧炎淡淡的说道：行吧，不过我虽作为你们的神通阁克钦炼药师，但是我可不受你们的什么约束。哈哈，那是自然，那是自然。见到萧炎如此爽快的答应下来，黄衣老者发在内心的开心，脸上更是挂着非常满意的笑容来。一位九品药仙作为他们神通阁的克钦炼药师，那是何等的尊贵，以往他们可是花重金都寻不到一位九品药仙当做他们神通阁的克钦炼药师，如今仅仅只是用了免神器丹就能够进入诸神万界的萧炎来成为他们的克钦炼药师，那可当真是想都不敢想象的存在。有了眼前这位九品药仙，他们的神通阁的潜力也将会明显的变得更强大，更是日后也能够进入丹药市场大赚一笔了。黄衣老者此刻兴奋的停不下来，这事情要是让阁主知道了，怕是高兴坏了，甚至自己的职位和实力也将会得到大大的提升。其实萧炎如此爽快的答应下来，也就是因为能够加一点进入诸神万界，前往神指联盟营救灵动沐尘他们二人。因为在这些时日，当时萧炎在他们二人体内留下的焚神之力正是缓慢的消退，恐怕他们二人有着危险了。为了不浪费时间，萧炎必须再多准备自己一些强大的底牌，不然就算进入神指联盟之中，怕是都会被其中的超级神只给轻松拿自己，那就不好办了。神指联盟的底蕴和实力那是相当的惊人无比，就算是萧炎有着焚神三火，他也是不能够100%的顺利救出灵动和沐尘二人。此时刚好在神灵城中有着寻宝集会，说不定在其中能够遇到适合自己的强大之物。刚刚你说的这几日神灵城举办了寻宝集会，是在哪个方位？萧炎声音平淡的道。好，我现在就带你去。今日也是最热闹的一日了，各大世界以及各大超神势力之人都已经差不多抵达这里了，我先带你进城吧。黄衣老者说完便是袖袍一挥，一股劲风便是直接撕裂开这里的空间，然后对着萧炎拱了拱手道：请。克钦炼药师看见徒手就将这里的空间撕裂开来，萧炎也是微微一惊，因为在第1等级世界中，特别是靠近诸神万界的区域，这里的空间可是无比的坚固，就算是一些6重天位神都无法做到，可这位黄衣老者竟然是做到了。如此说来，只有一种原因，那就是在这神灵城中的空间都进行了特殊的处理，从而能够让神灵城之人能够轻易的进行操控。如此的构造一看就是神通阁的杰作了，因为改变空间的结构唯有高阶天位神才能够做到这般。萧炎也不再多想，直接抬起脚步进入了那被撕裂开的空间中，那黄衣老者则是在其中带路。在这空间中并没有什么一些危险的事情发生，而是非常的平稳安全，看来他们更是对这片空间做了一些更进一步的改良。萧炎紧跟在黄衣老者的身后，目光却是凝视着空间的尽头处，而其心中对于诸神万界的各大超神势力，以及东西南北洲和中神州的各大顶尖势力分布，也是有了一些大致的轮廓。如此一来，日后自己遇到这些顶尖势力之人，就知道是否要回避一下。毕竟诸神万界与无量神界和万兽神界都不同，这个地方能够成为3大神界之首，其中的神之资源固然丰富，但是也同样那之中的强者也会很多很多。在诸神万界才是所有神之的真正大神界，但对于萧炎而言，这样的大神界才是非常的精彩绝伦。至少刚刚听黄衣老者这般介绍，并没有感觉到失望，这或许就是能够让萧炎成为站在最高处的绝佳历练机会。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半小时，空间的尽头也是在萧炎的不远处闪闪发光，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冲出了那出口。随着光芒的消散之后，一片新的画面环境呈现在了萧炎的眼前，这里的空气更是让他感觉到心旷神怡，因
因为空气中有着精纯的神元之气，不自觉的心中赞叹神灵城的浑厚资源。在前方带路的黄衣老者脸色一喜，指着遥远处的地点，那里的地面上凸出来的一截山峦之处，淡淡的出声道：“我们到了。”在那山峦的背后，就是我们神灵城的中心地带，也就是寻宝集会的地点。在进入城中之后，这里的繁华景象直接是让的见多识广的萧炎都感到极为的震撼。这里的建筑与外面的与众不同，各种很少见的构造，仿佛是觉得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中一样。这样的环境不仅优美，可以到处可见鸟语花香，高山流水，可以让人焕然一新。不仅是地上还是上空，都是有着诸多的身影，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奔涌而去。这些人前去的地方，就是我们神通阁正在举行的寻宝集会。想必此时去往那里的，都是为利奥得到道灵。黄衣老者边走边对着萧炎解释了起来。道灵两字喃喃传出，萧炎想着，这东西真的有那么强大吗？真的能够提升成为万界圣子的几率？萧炎的目光也是了望向寻宝集会的地方，那里的人流开始逐渐的越来越多了，汇聚了各大世界来的神指强者。在这地方必须要低调一些，不然被那些强大的超级神指盯上，可不是什么好事。萧炎大致的浏览了一下四周，然后双眼微微一眯，轻声喃喃道：“看来我也要去那个寻宝集会的看看，说不定那里还真的有自己需要的宝物。”然后在黄衣老者的带领之下，直神灵城的中心而去。人流不止的大街之上，萧炎缓步行走。由于是清晨的缘故，空气之中带着许些山林特有的湿气，扑面而来下，令得人有种神清气爽的感觉。并且这里的神元之气太过精纯，则是凝聚出了神元之液。只有当神元之气极其浓郁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自然形成神元之液。如果将这些神元之液吸收的话，自己的实力也能够达到一丝提升。不过五重天位神之后，想要通过神元之气以及神元之液来达到提升效果，需要很久很久的时间以及大量这样的资源，才能够提升自己的修为，但也不保证能够有所突破。在大街的两旁，时不时的传来种种吆喝之声，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放在两旁的商店之中，诸多人流犹如蚂蚁一般，不断的在其中穿梭。整个神灵城都是连着一种分外的忙碌与拥挤之感。据说这一次神通阁之主意外的得到了道灵，准备放出去拍卖，价高者得啊，并且只有财力还不够，还需要足够强大的底蕴。是啊，我也听说了，这次为这道灵而来的有5大超神势力，以及无限逼近超神巅峰势力的那2岛都来了。这乾坤岛和天机岛可从来很少出来，这一次竟然为了道灵也出动了一批神指强者过来。这还不算什么，我可听说了，连那东西南北洲的4大超神巅峰势力也都派出神指强者，准备争夺这道灵。为数年后，万界圣子争夺战做准备。在经过萧炎身边的几个人惊呼哗然响起，震撼这一次来神灵城的那些超级神智，个个都是在诸神万界中有头有脸的人物。萧炎走在这川流不息的街上，不断的打量着左右两边的小摊上的物件。刚刚通过自己的神魂力量扫荡，可是并没有发现适合自己的东西。虽然其中有着极其罕见的宝物，但不适合自己的，就算再罕见也没有用。不过萧炎也并没有放弃，这可是神灵城最大的寻宝集会，其中的宝物尽有，多种多样，肯定会有一物应该会适合自己吧。萧炎开始这样的安慰了一下自己。萧炎迈着自己的缓慢步伐，强大的神魂力量依旧不停地释放着。然而在这个时候，萧炎的不远处，一位商贩招呼着来往之人，吆喝道：“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这里有一件极其罕见的稀世珍宝，有市无价，就算有钱也买不到。但是今日我遇特殊的事情，急需要用钱，所以只能忍痛割爱的拿出来卖了，就看看有哪位有缘人了，对此宝物感兴趣了。”萧炎看了看那商贩，然后扫了扫他手里拿的那件宝物，一颗拳头大小的黑色珠子，并没有感到什么特别之处，并且在那黑色珠子上还缺了一个口子，使得有些不完美。这种不完美的宝物，就算真的是极其罕见的稀世珍宝，怕也是直接大掉价，甚至更是卖不出价钱。不过走到商贩的跟前，看了一眼后发现也没有什么稀奇，正准备擦身而过时，他体内的坟老却是突然出声道：“小家伙，把这个黑色珠子买下，这可是一件大宝物啊！”听到坟老竟然拿要自己买下这颗少了一个口子的黑色珠子，不会是自己听错了吧？见萧炎没有回应，坟老再次出声道：“好小子，这真是好东西。虽然他现在缺了一个口子，可是并无大碍，因为这个东西是可认主的，只要被这大宝物认了主，日后你就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了。”萧炎微微一愣，还意想不到的惊喜？就这缺了一个口子的黑珠子？坟老，你确定没有搞错？萧炎为了确定坟老没有说错，再次的确认了一下，可是得到的还是坟老那100%肯定的语气。也罢，坟老的身份本就不简单，既然他觉得这东西不一般，说不定还真的不同寻常。然后萧炎停下脚步，往后退了数步，来到了刚刚路过的那商贩跟前，淡淡的说道：“你这东西真的有那么神？稀世珍宝？”见到终于有客人过来问自己的这个宝物，那商贩也是面带笑容的热情似火起来，道：“这位小兄弟真是好眼力啊！
你不要觉得它缺了一个口子。在我无意间将这东西捡回来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的精力无比的充沛，就仿佛自己的生命力变得无比的旺盛，所以断定这黑珠子可不一般啊。哦，萧炎半信半疑，他实在也看不出这黑珠子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算了，这东西要不是粉老要让自己买下，我真的没有一点兴趣。心里嘀咕了一声，然后直接说道：什么价？哈哈，看来小兄弟就是这稀世珍宝的有缘人了。既然是有缘人，那么我便打个5折，500万枚神器丹如何？萧炎一听，直接差点跳起来，确认自己没有听错后，惊呼道：你没搞错吧？500万神器丹，这等数量就相当于进入诸神万界的资格了。最重要的是，一时间萧炎也拿不出这么多神器丹，我没有那么多神器丹，能不能再少一点？300万枚最低了，不在议价。那位商贩打量了一下萧炎之后，然后沉声道：300万枚我也没有。萧炎轻声地说道。那位商贩一听，脸上直接怒了，大喊道：300万枚神器丹都没有，真是看错人了，原来是个穷鬼，滚滚滚！旋即，那位商贩便是不再搭理萧炎，对着人群之中再一次的吆喝了起来。萧炎尴尬的一笑，确实他身上可没有那么多的神器丹，充其量最多也只有100多万枚。不过既然刚刚粉老都这么说了，这黑珠子的不同寻常，今日可务必要买下这枚黑珠子。我身上只有100多万枚神器丹，再给我一些时日，我比将剩余的神器丹凑齐如何？萧炎也是一脸真诚的道：不行不行，想要这颗黑珠子，就必须将300万枚神器丹全部一次性缴纳，少一枚都不行。商贩竖起了自己的食指，左右摇摆了几下，摇摇头道。见对方执意不肯，萧炎也只能唉声叹气了一下。难道自己真的要无缘将这颗黑珠子得到手了吗？就在萧炎在想尽办法的时候，不远处却是传来萧炎有些熟悉悦耳的声音：300万神器丹，我给了。话音落下，不远处的几道身影中，有一位身穿白色衣衫，皮肤如同雪一般白皙，仿佛没有受到尘世的污染，清澈透明，优雅的随风飘动，精致的轮廓在月光下更显柔和。他的眸子深邃如海，仿佛能看透一切虚无。他的长发如丝垂在腰间，轻轻的摆动。他的身姿曼妙，如同舞蹈在云端的仙女。随着这位仙女的出现，周围的那些男子都是差点站不住脚，面色都变得有些呆滞，显然是被这突然出现的仙女所深深的吸引。这女子好美，好绝呀，好一个绝世尤物。对呀对呀，我也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绝美的女子。她是谁？你们可不要癞蛤蟆吃天鹅肉了。她是谁都不知道，她可是诸神万界中最强5大超神势力之一的武神阁的武神之女，你们怕是没有一丝的机会了。当然，在这人群中自然是认出了对方的身份，武神阁的武神之女。一想到武神阁那等超神势力的底蕴后，那些原本还有一些想法的人瞬间无比的失望，因为武神阁可不是寻常的超神势力。传闻那位武神的实力已经达到了7重天位神巅峰，突破8重天位神也只是一步之遥，就能够成为高阶天位神。如此强大的中阶天位神，除了诸神万界中的那些超神巅峰势力的存在，怕是无人敢与武神阁作对了。甚至在这位武神之女还有几位师傅，来自万界神州那无数炼药师的梦想之地，丹神塔中那几位老怪物的爱徒。那几道身影朝着萧炎走来，然后在那商贩面前停下了脚步，将300万枚神器丹丢给了对方。吴雪那动人心弦的声音传了出来：300万神器丹给你了，你还不将萧炎弟弟要的东西给他？片刻之后，那商贩才缓缓反应了过来，道：是是是。接着连忙的将手中的黑珠子递给了萧炎的手中，然后小声的道：好小子，艳福不浅啊，竟然能让武神之女为你拿出300万枚神器丹，真是不一般啊。萧炎没有回答，只是将那颗黑珠子顺利的收下，然后便是抬头看着吴雪，半天没有说一句话出来。怎么，萧炎弟弟这么快就忘记姐姐了？吴雪带着迷人的笑容看着有些发愣的萧炎出声道。听见吴雪对自己开口，萧炎这才轻咳了一下。刚刚有些发愣是因为今日见到吴雪，竟然对方如此的绝美动人，就算萧炎已经有2位爱妻了，也难免有些触动心弦那份感觉。不行不行，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当即连忙的摇了摇头，然后对着吴雪感谢道：多谢了，没想到在这里也会碰见你，今日算我欠你一份人情，日后我会还的。萧炎弟弟说什么呢？这只是举手之劳而已，不需要什么还不还的，咱们也不是那么陌生对吧？就先从朋友开始吧。吴雪的这一番话属实让的萧炎有些吃惊，先从朋友开始，这是什么意思？当然萧炎也不可能把这个事情直接当面说出来，只能暂时的先放在自己的心中。我也没有想到今日会在这神灵城见到萧炎弟弟，我还打算说这一次来神灵城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宝物之后，会在武神阁相见，结果提前了许多呀。难道萧炎弟弟也是在想姐姐？最后这句话是吴雪那性感小嘴靠近萧炎的耳朵边轻声说的，四周之人可是听不到。不过虽然听不到吴雪对萧炎说了什么，可是吴雪对萧炎那动作，怕也是有人在心中有了一些想法。我还从未见到过小姐会对一个异性靠得如此近。身后的那几道身影也开始窃窃私语起来。被吴雪这么一说，萧炎就算是经历过大风大浪，也有些差点把持不住，立马退后了几步，深吸了一口气，立马转移了话题，
难道你也是来争夺那道灵？听见萧炎这般说，吴雪那绝世的容颜上也带着一丝吃惊之色，然后说道：看来你也了解了一些事情了。没错，此前神灵城放出道灵的消息，顿时间引得诸神万界中诸多势力都为之轰动。5年后的万界圣子争夺战，我们武神阁也有一份争夺的名额，所以我们今日才会赶来神灵城。原来如此，看来黄衣老者所说的不错，神灵城这几天汇聚了诸多超神势力的强者，就是因为这道灵的原因。虽然自己还不知道这道灵究竟是有什么作用，但是却也对其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能够引得这么多超神势力以及超神巅峰势力的超级神之，就足以证明了这道灵的诱惑力是多么的巨大。就在萧炎与吴雪说话间，街道木方却是突然传来阵阵马蹄之声，旋即整条街道顿时变得混乱了起来。一道影子从街道尽头飞奔来，沿途撞翻无数人。而就当这些人怒日而视间，现那匹红马身上有着一名身着鲜艳红衣的少女，少女模样颇为动人，但眉宇间却是透着一丝狂野与蛮横。一道红色皮鞭缠在小蛮腰之上，得意的交付声在街道上回荡不休。红马宛如火焰一般，直接从远处穿掠而过，短短几个眨眼间，便是出现在了距离萧炎等人不远处。闪开，闪开，都给本小姐闪开，不然死了可没人负责。望着前方不远处，居然身形不闪不避的几道身影，那红衣女子黛眉顿时一蹙，斥喝道。此时人群中的一位男子，他的眉宇间透露出一股不屈的勇气和淡然一切的悠然，犹如万年冰川般冷静的面容，与那独特的灰蓝色眼眸交相辉映，构成了一种既矛盾又和谐的独特魅力。他本想闪避一旁，听得这话，脸色更是一冷。对于这种性格骄横的女子，他最为不喜。当下刚刚提起的脚步也是直接放了下来，眼睛抬也不抬，继续缓步向前行走。呵，真是还有想找死的。这位男子的这般举动，自然也是被红衣女子收入眼中。当下一声冷哼，纤手握住皮鞭，旋即红影在一道清脆的撕破空气的声音之中暴掠而出，带起一股强大的神力劲风，直接对着男子脑袋甩了过去。旋即那男子脸色依旧平静，手掌随意一握，就是将那皮鞭自动被抓入手中，然后看似简单的一扯，其实皮鞭上传来无比可怕的力量，令得红衣女子顿时间尖叫一声，身形直接被扯下马背，然后也是在空中一个翻身稳住了身形。可恶，居然敢对本小姐出手，真的是活得不耐烦了。红衣女子脸颊顿时变得铁青了起来，对着那位男子怒吼道，宛如一头愤怒的母老虎。这就是雷神之女吗？也不过如此罢了。男子淡淡的瞥了一眼红衣女子，旋即也不再理会她，然后直接对着街道之外行去。你算什么东西？你也敢教训我？被男子这般淡淡的一句，反而是彻底的激怒了红衣女子，当下连声音都是变得尖锐了许多，身上的气息竟是变得更加强大了起来，而那皮鞭上竟是爆发出了一道道无比恐怖的雷霆。不愧是雷神之女，雷霆之力竟然可以修炼到这等程度。可惜你今日面对的是你惹不起的存在。男子喃喃自语了一声，那双蓝色眼眸中散发出极其玄奥奇异的光芒，一触即发的强大对碰即将发生。此刻的街道四周，因为这里的变故，围拢来了不少人。而当这些人在瞧的那红衣女子时，皆是摇了摇头，因为他们都知道这红衣女子是最强5大超神势力之一雷神阁那位雷神之女，不管是实力还是背景，就算实在诸神万界，也算得上属于一流的存在。除了超神巅峰势力，他们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强大存在。旋即对着那位男子投去许些同情目光，被这样的一位有身份实力的女子盯上，怕是吃不了兜着走了。这雷神之女是出了名的小魔女，谁遇见她只能算作倒霉。没想到今日这家伙居然还敢对其出手，都不敢往下想了，因为接下来的画面实在是太血腥了。然而在一旁看戏的萧炎以及吴雪几人却不那么觉得，虽然这雷神之女的实力很强大，但是在他们见到那蓝色眼眸男子的时候，有一股极其隐晦的气息自那蓝色眼眸中散发出来。这男子是什么人？总感觉他非常的不简单。萧炎的声音很轻，眼中却是已经看出这位男子的可怕之处。同样的，一旁的吴雪美眸中也同样散发出一丝凝重之色。你个混蛋，敢对本小姐出手，还敢这么嚣张！你打了本小姐，我今日定不会放过你。若是识相，现在就给本小姐跪下磕头认错，或许我会饶你一命。红衣女子此刻身上爆发出轰响的雷霆之力，自己身为雷神之女，从来没有丢过这样的脸，还当着这么多人的视线丢了个大面子，这可是自尊心异常高傲的她难以接受的。一招。然而那男子竖起自己的右手食指，轻轻地说了一句：什么？大言不惭，给本小姐死！那红衣女子再也忍受不住，直接将身上的全部雷霆之力爆发而出，对着那位男子轰然攻去，瞬间引得周遭的空间中都带着可以撕裂空间的雷电，吓得周围的那些人都是紧急的纷纷避让开去，生怕自己被这强大的雷电给击中。然而面对红衣女子如此可怕的雷霆之力，男子依旧是站在原地动都不动，根本没有丝毫对决的姿态，唯有的就是那双蓝色眼眸中有着玄奥的气息不断的浓郁起来。
就在大家都以为男子要被对方轰击时，一道蓝色的光束顿时间从那眼眸中爆射而出，两股强大的力量互相撞碰，爆发出雷霆般的巨响。玄奥的奇异蓝色光束与那强大的雷霆之力交汇，场面变得异常激烈。他们的身上气息越来越浓郁，就连周围的空气也仿佛在这股力量的魔力下变得瑟缩不前。不到片刻的功夫，那蓝色光束直接穿透了对方的雷霆攻势，最终打到了红衣女子的身上，一口鲜血当即喷出，身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般，直接倒飞了出去，落在了坚硬的地面上。一双不敢置信的目光盯着将自己击败的那位男子身上。此时此刻，就算他再野蛮都不敢以后一句刁蛮的话语，因为能够有着穿透之力，唯有那个超神巅峰势力方才能够做到了。你是阴阳殿的人？而那位男子头也不回了，离开了现场。对于红衣女子的疑惑，也并没有做出答复。然而萧炎的眉头微微皱起，就在刚刚的对决中，那位男子竟然如此轻易的就穿透了如此恐怖的雷霆攻势。那道蓝色光束怕是极其的不简单，总感觉那路数有些奇异。不过刚刚那红衣女子所说，那男子是阴阳殿的之人，难道就是那4大超神巅峰势力之一的阴阳殿？想到这里，萧炎对这阴阳殿倒是有了一丝兴趣。没想到超神巅峰势力随便出来的一人都是如此的恐怖强大，还真的只花了一招就将雷神之女击败。就算是萧炎如今的实力，也无法做到一招就将雷神之女击败的地步。看来这一次神灵城所召开的寻宝集会，已经引来了诸多超级神之的强者，就连超神巅峰势力之人都纷纷来到。红衣女子确定了刚刚那男子的身份后，也不敢再骂一句，毕竟对方的实力不仅强大，就连整个雷神阁都不是对方那势力的对手。这样的代价，他就算再有脾气，也不敢去选择明显是自寻死路的事情。随着争斗的结束，周围看戏的人们也开始疏散开来，整条街又再一次的进入那渲染嘈杂之中。这条街道很长，一眼望去密密麻麻的人群在人来人往，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宝物药材等稀有的东西。当然萧炎的收获也是不错，虽然不知道那黑珠子究竟有什么作用，可一种直觉告诉自己，那黑珠子非常的不简单。接下来吴雪的目标则是那道灵了。萧炎也是跟着武神阁之人开始前往寻宝集会的核心之地，在神灵城的最繁华街道的尽头，这里有着一道极其巨大的广场，才是这广场周围挤满了来自各大世界的神之强者，而这里便是这一次寻宝集会的最重要场地。因为今日在这里将会有3件绝世宝物要竞拍，所以来这里的人要么实力非凡，要么就是身份背景都是极其可怕的存在。就算是一些超神势力都觉得来这里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获得今日竞拍的3件宝物。此时在这广场上阵阵喧闹，铺天盖地的直灌入耳。这广场非常大，容纳上千上万人也不是什么问题。此时在广场的中央位置，一座高台上，一位身着红色裙袍的美丽女人正用那妩媚的让人骨头有些酥麻的娇滴滴声音为在座的所有人解读着手中物品的功能特点。在这位女人清脆酥麻的娇声中，那件其实并不太算稀奇的物品的价格正在以一个火热的速度节节攀升。跟着吴雪等人寻了一个位置，然后坐了下来，目光扫过场中的那位美丽女人，以她的眼力自然能够看出这场中的大多人都是为了她而来。神通阁首席竞拍师玲玲，神灵城几乎无人不知的美人，那股成熟妩媚的风情让得很多男人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之下。静坐的萧炎眉头忽然大皱，微偏过头望着距离自己座位不远处的一位隐在黑暗中的男子。此时那名男子的目光也是看了看萧炎这边，但并不是看着萧炎，而是萧炎身边的那位吴雪。可以看得出来，那双炽热的眼睛盯着身边的吴雪看。吴雪似是察觉到了什么一般，也是移动了目光。只见四目相对，吴雪则是瞟了一眼就收回了目光，因为这男子就是此前萧炎所见到过的天机岛之人。当时记得还是变那的追求者，怎么现在直接又对吴雪产生了兴趣？看来对方是一位心术不正之人了。萧炎那犀利的目光也是盯着那位男子看了看，只不过其中带着一丝目光之火，诧异间让的那位男子的视线变得有些模糊了起来。后者似是发现了什么，急忙运转神力抵抗。不过他应该庆幸萧炎只是释放出部分的目光之火，而不是全力而为，不然这家伙的眼睛都得要被灼伤了。刚刚那股无形的力量是什么？为何我的视线刚刚受到了影响？那位天机岛之人此刻也是惊异地看着萧炎，随后把目光收了回来。吴雪，你以后要对这个家伙小心一些。萧炎转头看向吴雪，结果对方也看着自己，四目相对，空气中竟然有着一丝暧昧的气息。但也很快，萧炎尴尬的一笑，然后将自己的目光收回。一股奇妙的感觉自他们二人的心中萌发着，只是他们也并不知道。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响起，打断了他们那有些暧昧的氛围。各位，欢迎你们的到来。今日我们神灵城最大的寻宝集会也是进入到了最高潮部分，我想接下来所竞拍的东西大家一定会感兴趣。玲玲忽然笑盈盈的道，玉手一挥，一名侍从赶忙端了一个玉盘，盘中有着一个金玉小瓶，这是神之3品的丹药。纤手小心的拿起金玉小瓶，玲玲的妩媚声音让得竞拍场微微一静。片刻后，吵杂声顿时响了起来。在诸神万界中，除了一些宝物神器之外，
最受人追捧的东西，便是炼药师所炼制的各种丹药，而且神之三品等级让很多超级神祇都为之疯狂。这丹药名为破元神丹，只要服下，便能够让自身的神元之气变得异常强大，甚至看自身的天赋底蕴，能够在一瞬间达到极致状态。况且这样的一次爆发力量，还不会对自身造成任何的伤害，甚至日后对自己的修炼速度也会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这就是神之三品的破元神丹，神品丹药的可怕之处。这可是不可多得的神品丹药，那可不要放过哦。充满诱惑的红唇微微开启，吐出的酥腻娇声让得场内众人骨头有些发麻。真的是破元神丹，不仅可以在对敌的时候提升自己的强大力量，还助于日后提升自身的修炼速度，真是罕见的神品丹药。此时便是有人发问，而且此破元神丹可是经过我们神通阁奥森8品药仙亲自鉴定，品阶属神之三品，绝不会出问题，各位大可放心。玲玲微微笑道。闻言，竟然是神通阁的那位奥森8品药仙亲自鉴定，在场的所有人对于这一枚丹药都势在必得。这位奥森的8品药仙乃是整个神灵城中等级最高的药仙炼药师，对于他的坚定无人敢有疑惑。萧炎悠闲地靠在背椅之上，望着广场中热络的气氛，心头不由得微微一惊。看来这破元丹对于超神势力倒是有着一丝争夺之心，但对于那些超神巅峰势力的人，好像并没有任何的动静。难道连神之三品的丹药都无法引起他们的注意？神之三品破元丹起拍竞价1000万枚神器丹，请各位起价吧。林林含笑道，目光在场中移了一圈，最后停在了坐于烧前的一些超神势力之人的身上。他心中清楚，这丹药怕是也只能引起超神势力的那些人有所反应，而那些超神巅峰势力之人仿佛在等那所谓的盗灵之物。1100万。林林的话刚落，便是有人喊出了价格。1200万。加价的声音紧跟其后，很快竞拍的价格不断的翻腾，只是片刻时间便已到了2000万的高度。争抢再次持续了片刻，声音终于是弱了下来。与此同时，与一些稍微强大的超神势力并排而坐的一位老者却是淡淡的出声3000万。喊价一落，广场中的声音便是安静了下来。一些人望着面无表情的老者，只得沮丧地坐了回去，因为现在所竞价的乃是仅次于5大神阁的超神势力，他们可没实力与这道超神势力相争。嘿嘿，金虎阁的大神斩，你们的大少爷不是即将要进入5重天位神了吗？怎么还打着破元神丹的主意？一名中年汉子转头皮笑肉不笑的道：哈哈，这破元神丹能够提升修炼速度，这样能够使他更快地突破分水岭境界。我金虎阁中也将有着不输于5大神阁那些神之天骄了。很明显，金虎阁的这位大神斩与这中年汉子不对路，直接冷笑道。紧接着又有不少稍微底蕴强大的超神势力开口加价，3200万，3500万。不到10分钟的时间，这破元神丹的价格抬到了4000万、5000万。此时，对于这枚破元神丹势在必得的金虎阁大神斩眼神一冷，忽然出声，广场中戛然一静，所有目光都豁然转移到了金虎阁这位大神斩的身上。这一口突如其来的高价着实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给震了震，竟然出价到了5000万枚神器丹。虽然这枚神丹品阶为3品，在市场上顶多4000万神器丹，可现在竟然被竞价到了5000万，怕是无人再去加价了。看来金虎阁还真是有备而来啊！人群中有着声音传出，然后这位金虎阁的大神展瞥了一眼四周，淡淡的道：你们若是想出价，我也绝对不会再跟。不少人的脸皮一抖，其实就算对方不这么说，他们也不会再去加价了，毕竟这枚破元神丹已经远远超出了市场价。金虎阁出价5000万神器丹，可还有人加价？望着平静的场中，林林微笑道：既然无人加价，那此神之3品的破元神丹便由金虎阁购买而下。见到没有人应声，林林也是见好就收，手中的小锤在桌上轻轻一敲，便是定下了买主。接下来便是此次竞拍的第2件宝物。林林微微弯身，从台中取出一块银盘，银盘之中有着一卷青色的古朴卷轴，卷轴略微泛着青光，在银盘的衬托下颇为神秘。未知等级的神技纵横诀，起拍价2000万神器丹。随着未知等级的神技几字一出，广场内骤然寂静，也并没有出现所谓的震撼人心一幕，并且连功法等级都未知。这样的神技拿出来竞拍，的确不会引起轰动。如果是能够有准确的等级，那么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高等级的神技功法比起丹药更要让人疯狂。毕竟只要拥有了高等级的神技，就算没有丹药的支持，那也迟早能成为一方强者。而若是没有强大的神技，只有丹药的话，那就是把丹药当豆子吃，也难以成为真正的强者。不过神丹却是有些不一样，因为其中有着炼制时融入其中的神元之气，
一颗神之3品的神丹中，那神元之气堪比300万枚神器丹的能量，所以现在比较这未知等级的神技，怕是还不如拍下之前的那神丹。毕竟到时候等级得到的是低等级神技，那就损失巨大了。毕竟几千万枚神器丹不是特别高的数目，但也不是很低的数目。对于一些超神势力来说，已经半年的收入了。过了一会儿都没有人出价，玲玲依旧是微笑着，她那灵动的目光扫视了在场的所有人。片刻之后，声音依旧动人心弦的道：“这纵横诀之所以未知等级，是因为它缺少了纵下部分的修炼之法。这里所拍的是横式上部分的修炼之法。这纵横诀乃以天地之道，分为纵与横，横功于技，以求其利，是为百；纵功于事，以求其实，是为合。百合者，天地之道。而最重要的是，纵横诀不挑武器，它可以是任何武器都能够达到最极致化的攻势力量。融合完整的纵横诀，将爆发出极其恐怖强大的天地纵横之力，神贯八方，神形俱灭。”听得玲玲的讲述后，在场的人瞬间又来了兴趣。横功于技，纵功于事，合纵连横，便可神贯八方，神形俱灭。我出2100万、2200万、2500万。此时已经有着不少超神势力的人开始加价，不过那超神巅峰势力并没有出价，仿佛这只有上部分的横对于他们吸引不大。如果是完整的纵横诀，倒是会引起兴趣。萧炎也是将目光炽热地望着台上的纵横诀，此前准绝世神技的牵引归一尺也是跟不上如今萧炎的实力，所以也需要一道更强大的武器神技。但是持法类的神技本身就极其的稀少罕见，可刚刚这纵横诀不挑任何武器，并且能够让自身的武器攻势力量发挥到极致化层次，那就说明那纵横诀也非常适合自己的神火横骨尺了。只要这纵横诀等级够高，那么借助这道神技功法所施展出的神火横骨尺攻势也将会非常的恐怖。所以眼前的这道纵横诀，萧炎也必须加入争夺了。只是目前他身上没有那么多的神器丹，则是转头看向身边的吴雪，尴尬的一笑。吴雪见状，美眸眨了眨，嘴角微微一动，说道：“萧炎弟弟，怎么了？其实这纵横诀我很需要，能否到你这里借点神器丹？”萧炎显然有些不好意思，毕竟一开口就要借钱。身为在千元界富可敌国的他，在这第一等级世界中却是显得一时间无法凑出那么多神器丹。当然只要给萧炎一些时日，就能够炼制出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神器丹。吴雪听了微微一笑，很爽快地答应了。姐姐准了，你需要这道神技，那么就开始竞价吧。见吴雪那么快就答应自己的要求，心里对她也是有些感激。有了吴雪的支持，萧炎也是有了信心。然而此时现场的出价已经被竞价到了4000万、4500万。众人见到有人直接竞价了500万进去，想看看是何方神圣，结果一看之下，直接让刚刚那些竞价的超神势力之人不敢再出价，因为这是武神阁那边出价的。没想到这只有上卷的纵横诀竟然会引起武神阁的兴趣。不过既然这武神阁竞价了，他们也没有必要再出价了，因为他们可没有财力比得过5大神阁之一的武神阁。过了一会儿后，也没见广场中的一些超神势力之人出价，玲玲的目光则是看向了武神阁，带着诱人的笑容：4500万一次，4500万2次，4500万3次，成交！恭喜武神阁获得今日竞拍的第2件宝物。萧炎也是双手紧握，内心之中也是非常的激动，没想到自己一次出价就得手了。不过他知道，这是因为武神阁的强大实力。那么这第3件宝物，也是这一次大家远道而来神灵城的最终目的，而它就是道灵。此话一出，现场的气氛达到了极致，无比的震撼，因为这道灵也直接引起了超神巅峰势力的兴趣。终于到了这关键时刻，一直淡定无比的超神巅峰势力也终于有所动作了，一双双炽热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台上那散发出暖色光芒的东西，就连那妩媚动人的玲玲似乎也在此刻被遗忘了去。人群之中的萧炎轻轻地吐了一口气，也是压制住内心的震撼。这最后一件宝物终于是登场了，那就是道灵吗？难怪会有那么多来自各大世界、各大势力之人都亲自来到此处。就在刚刚萧炎用神魂力量靠近那暖色光芒的时候，竟是有一股很奇妙的力量在抗拒着他的神魂，就感觉是格格不入一般。这一操作也是让的萧炎有些疑惑起来，这个道灵是什么东西？为何直接将自己的神魂震开？就仿佛是水火不容，就好比自身修炼的是火属性，就无法与修炼水属性的能量进行融合，自身更是无法修炼。而且从某种角度去感受的时候，他又不是真正的格格不入，而是差了点什么东西。道灵，所有的目光都是在那暖色光芒上扫过，甚至一些人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唇。只要谁拥有这个道灵，那么他便拥有了在几年后的万界圣子争夺战中将会加大成为圣子的通行证，甚至还会获得大道机缘录，甚至还会诞生出一名极其稀少的主神，瞬间能够超越所有超神巅峰势力的巨擘存在了。那才是可以真正让一个势力彻底崛起的光辉一刻。各位，这道灵就需要我多说了吧？
它是能够让你们在万界圣子争夺战中提升成为圣子的宝物。至于怎么提升，你们也知道，道灵乃是大道中的一种灵源，是能够让你们加快对大道的领悟。如果在万界争夺战中，谁领悟到了一点大道的奥义，那么就可以在那诸多神交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强的圣子名额。道灵也是我们的人侥幸在一处遗落之地中所得，所以这一次我们神通阁才会将如此宝物拿出来给大家竞拍，谁有能力者，这道灵就是属于谁的。玲玲笑盈盈的道：玲玲小姐，快点报价格吧。场下有人已经迫不及待的大喊道，美丽的脸颊上保持着妩媚的笑容。玲玲微笑道：道灵，竞拍起步价5000万神器丹。这天价价格一出，广场内顿时安静了许多。显然很多人根本没实力能够有信心拍下这东西。萧炎更是忍不住的摇了摇头，这道灵竟然起拍价就5000万枚神器丹，简直太狠了吧！那可足足是一些超神势力1年的利润收入啊！不少寻常的超神势力之人在这天价之下，面皮也是抖了抖。不过他们也是无可奈何，这东西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不买，有的是人买。面对着这样的局面，玲玲却并未有什么异样神色，笑容依旧迷人。她非常清楚这道灵的诱惑性，可以说这东西在某些方面可比自己诱惑多了。一些超神势力恐怕即使是倾家荡产，也想把这东西收入自己的囊中。毕竟每一位强者都要成为那万界的圣子。5200万。一名年男子首先颤巍巍地喊出了自己的价格。广场中不少的目光顺着声音瞟了瞟，他们也认识这位中年男子，对方乃是回血神之大陆中10大超神势力之一的迦洛格之人。回血神之大陆乃是在诸神万界的外围西南边的一座神之大陆，其中最强的有五重天卫神超级神指坐镇，也是回血神之大陆中数一数二的10大超神势力之一，底蕴也相当的雄厚。5500万。在迦洛格的那位中年男子喊价不久后，一名银白色衣的老者也是开始竞价。银白色衣的这位老者乃是赛因神之大陆中的8大超神势力之一的风冷阁，底蕴更是稍强于迦洛格。 6000万。场中也有一些有着强大底蕴的超神势力开始接二连三的出价。6500万。广场之中零零落落的有着喊价声响起，毕竟6500万的高价足以让太多超神势力望而却步。